第一课，计划一次度假之旅。你们预定好酒店了吗？还没，但我今天会做。听起来不错。你考虑的是哪家酒店？我在海边附近发现了一个很迷人的地方，看起来很不错。海滨酒店，听起来太棒了。他们提供哪些设施？他们有游泳池、免费早餐，甚至还可以去海滩。哇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在泳池边放松一下了。我也是，毕竟我们都应该享受一下宠爱。当然可以。我们计划住几晚？我认为2晚就足够了。这样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这片区域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去当地商店逛逛，尝尝海鲜。我已经开始想象我们将享用的美味佳肴了。在海边享用海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。你觉得我们这次旅行应该租车吗？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，出行会更方便。好主意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忙租车。谢谢，非常感谢您在计划方面提供的帮助。这都是冒险的一部分。我们还应该带些什么呢？防晒霜是必备品，我们可不想变成龙虾。说的对，我也会带上我最喜欢的太阳镜。太好了，请问您有沙滩巾吗？是的，我有一个色彩鲜艳的，它会让我们的海滩之旅更加精彩。我迫不及待想去看。你打算什么时候预订酒店？我会在谈话结束后立即去做。太好了，希望还有空房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达成一笔不错的交易。你的乐观也给了我信心。让我们一起打造一段难忘的旅程。第2课，电视故障的困境。电视维修员很快就来，真是个好消息。我希望问题能尽快解决。我今晚想看几部剧。我也是，我一直很期待我们最喜欢的剧集的季中集。太悬念迭起了，真不敢相信上周的剧情竟然以这么大的悬念结尾。我知道，这让我们就像挂歪了的相框一样悬而未决。没错，我刚才还紧张地坐在椅子边上，现在都坐到沙发边上了。希望维修人员能在演出开始前赶到。如果他迟到了怎么办？就只能盯着空白屏幕发呆吗？或许我们可以玩玩桌游消遣一下。桌游？那些游戏往往竞争激烈。没错，但他们也可能带来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时刻。就像你上次不小心碰倒游戏棋子那样。那真是一起不幸的意外。我原以为自己采取了策略。你的策略还有待改进，不过
这真的很有趣。我就当这是夸奖了，至少我们笑得很开心。没错，笑声总比沉默好。我同意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看我们自己的节目。谁不喜欢呢？它比棋盘游戏轻松多了。时隔多年，这些角色感觉就像老朋友一样。没错，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我们能像变魔术一样自己修好电视就好了。要是真能这样就好了，那样我就能发挥我天生的修理工本能了。或许我们应该考虑一起去上个维修课。那肯定很有趣。想象一下，我们修电视机，感觉自己像个专家。我们将成为房屋维修界的黄金搭档。然后我们终于可以补看所有错过的节目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希望维修人员能快点来。第3课，高尔夫历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。1997年4月13日，高尔夫球坛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。真的吗？那天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天，泰戈·伍兹在大师赛上赢得了他的第1个大满贯冠军。啊，那令人难忘的绿夹克时刻，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戏剧化？他以创纪录的12杆优势获胜，这史无前例。12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技巧和自信，简直就像在看魔术表演。真是个魔术师，观众们是不是都被他的表演深深震撼了？没错，观众们都沸腾了，每一次投篮都引来阵阵欢呼。我能想象，他在比赛期间有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投篮？哦，是的，他在第16洞的切杆进洞堪称传奇，球滚得像做梦一样。我看过那个精彩片段，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了。没错，那张照片真正展现了他的才华。评论员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欣喜若狂，其中一人惊呼：“这就是高尔夫的未来！”这是极高的评价。他有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迹象？出乎意料的是，并没有。他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表现得冷静沉着。对于如此年轻的球员来说，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他当时多大了？他才21岁，绝对是个天才。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个改变人生的时刻。没错，那天他成为了世界体育界的偶像。这场胜利对高尔夫运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他为高尔夫运动吸引了新的观众群体，许多年轻球员都受到了他的激励。太棒了！他真的改变了比赛格局。是的，他让每个人都对高尔夫产生了兴趣。我想知道他穿上那件绿色夹克时的感受。对他来说，
那一定就像梦想成真一样，这将是他永远珍藏的时刻。没错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庆祝体育界取得的这些历史性成就。我同意，向泰格、伍兹及其令人难忘的胜利致敬。第4课，友谊的价值。我必须说，我非常幸运能拥有像约翰和简这样的好朋友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。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友谊吗？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在我身边，他们的支持对我来说弥足珍贵。这才是真正的友谊。你还欣赏他们哪些方面？他们非常幽默，我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。笑声在任何友谊中都至关重要，它能创造美好的回忆。当然，我们曾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尝试烤饼干。听起来像是一次冒险，结果如何？这么说吧，这些饼干更像是冰球。哦不，听起来一点也不诱人。但我们笑得太厉害，把饼干都忘了。这就是友谊的美妙之处，它关乎的是那些时光，而不仅仅是结果。没错，你有没有能给你带来类似快乐的朋友？是的，我的朋友们就像我的第二个家，我们互相支持。真令人感动。你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度过时光的呢？我们喜欢探索新地方，尝试不同的美食。美食之旅往往能成就最精彩的故事。你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？我曾经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过一个美食节，我们尝遍了从墨西哥卷饼到高级甜甜圈的各种美食。美味甜甜圈，听起来真不错。他们太棒了，我们还拍了照片留作纪念。多么有趣的庆祝友谊的方式啊！我也应该计划一次美食之旅。你应该这么做，这是和朋友增进感情的绝佳方式。我将邀请约翰和简来体验一次全新的美食之旅。他们一定会喜欢的。朋友让每一餐都更加愉快。我感谢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。当然应该，好朋友是宝贵的财富。让我们举起咖啡杯，为友谊干杯。第5课，制作自制披萨。我迫不及待的想自己做披萨了。你有食谱吗？是的，我会。很简单。首先，我们需要面粉和酵母。我们需要食油吗？当然，橄榄油对面团来说必不可少。我们应该用多少油？大约2汤匙就足够了，它能增添风味和口感。太好了，那番茄酱呢？怎么做？酱汁做法很简单，只需将新鲜番茄捣碎并调味即可。为了增加风味，是否应该加入大蒜和香草？没错，
加一小撮蒜粉和一些罗勒就能提升酱汁的风味。我仿佛已经能想象出它的味道了。接下来面团会如何处理呢？将面粉、酵母和油混合后，我们需要加入温水。水温应该是多少？摸起来应该温热，但不要太烫。我们可不想杀死酵母。明白了。那面团需要发酵多久？大约1个小时，它应该会膨胀1倍。在我们等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准备配料。好主意，你喜欢加什么配料？我喜欢意大利辣香肠和额外的芝士。经典之选。我喜欢甜椒和橄榄。我们可以各占一半，这样大家都开心。没错，团队合作才能成就披萨梦想。我很期待看到最终结果。我也是。自制披萨总是让人垂涎欲滴。而且，这比在餐馆点餐要好得多。我同意。而且，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定制。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喜欢它。肯定会的。谁不喜欢披萨呢？让我们开始和面吧。第6课，早晨的混乱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妈妈一把把我的枕头从头上拽走。糟糕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她开始不停地挠我痒痒，我笑个不停。听起来像喜剧里的场景。你当时是什么反应？我尖叫道：“好，我起来。”他放开你了吗？还是继续挠你痒痒？他不停地挠我痒痒，这是他确保我醒来的办法。真是个聪明的办法。我妈妈以前经常大声唱歌叫我起床。唱歌？那一定很有趣。用有趣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。她唱歌并不好听。至少他尝试过了。我能想象你捂住耳朵的样子。当然，我会求他停下来。他听过吗？很少。他喜欢看我早上起床后辗转反侧的样子。听起来我们妈妈叫我们起床的方法很相似。他们锲而不舍。我有时会怀念那些宁静的清晨。我也是。现在我格外珍惜那些安静的咖啡时光。咖啡是成年人的早晨提神醒脑剂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目前应对早晨的方式。如果你妈妈现在用那种挠痒痒的招数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可能会笑着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然后我想你也会加入她，一起挠她痒痒吧。这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挠痒痒大战。家族传统重获新生，听起来真令人欣喜。确实如此。或许我们也应该来一场挠痒痒大战。
我会把这当做挑战。记住，我有多年的经验。第7课，家谱。我最近一直在想念我的家人。我有兄弟姐妹，其中还有一个养兄弟。听起来真是个很棒的家庭。你们相处的怎么样？出乎意料的好。当然，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少不了竞争。竞争是成长的一部分。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？哦，对，有一次我们玩了一场盛大的枕头大战，结果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斗。枕头大战，听起来太好玩了。直到我们不小心打碎了一盏灯。糟了，你父母怎么说？他们很不高兴，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，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笑了。真是个很棒的故事。有个养兄弟是什么感觉？这很特别，他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独特的视角。我能想象，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差异，但你们之间感觉很亲近吗？当然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始终互相支持。这就是家庭的意义所在。你们家有什么家庭传统吗？是的，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举行盛大的家庭晚餐，虽然场面有点混乱，但非常愉快。我能想象出来。大家都帮忙做饭了吗？我们尽力了，但不得不说，我们当中有些人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好。我感同身受，和家人一起做饭真的会带来很多欢乐时光。有一次，有人把糖醋当成了盐，结果令人难忘。哎呀，甜咸搭配可不是什么好主意。没错，但我们一笑置之，把它变成了我们家族传说的一部分。正是这些回忆将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。的确如此，我珍视那些时光，他们塑造了今天的我。家庭是珍贵的宝藏，我希望未来也能创造类似的幸福回忆。一定会的，只要有爱和欢笑，每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。随着我们各自家庭的成长，我期待与大家分享更多故事。仅以此献给所有美好的家庭形式。第8课，机场奇遇记。你听到广播了吗？登机时间快到了。是的，广播说10分钟后开始登机。太棒了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次假期了。我也是，我迫不及待的想感受阳光洒在脸上的感觉。我们到达后，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真想立刻去海滩，游泳听起来太棒了。那就去游泳吧。但首先，我们得先登上飞机。好的，希望不会有任何延误。以我们的运气，我们肯定是最后登机的。别说不吉利的话，我想坐到靠窗的好位置。
想要欣赏最佳风景，靠窗的座位必不可少。我会祈祷一切顺利。零食呢？我带了些零食，我出门旅行不能没有我最爱的什锦干果。太好了，希望它能撑过飞行全程。如果不行，我就得想办法轰空乘人员，让他们多给我些零食了。祝你好运，你确实很会说话。我将使出我最迷人的微笑。千万别额外要花生，他们可能不会领情。说的有道理，我会继续发挥我的魅力。飞行途中你会做什么？我可能会看部电影或者读书。绝佳的选择，我可能会听点音乐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在冒险开始前好好放松一下。是的，我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。我也是，我们得密切关注登机口。好主意，我已经准备好开始这段旅程了。祝我们假期愉快。第9课，美食探险。你在旅行期间有没有尝试过当地美食？是的，我在一家海边餐厅品尝了传统的炸鱼薯条。炸鱼薯条听起来真不错，味道怎么样？鱼肉酥脆金黄，入口即化。我仿佛都能尝到味道了。你有没有尝试什么特别的酱料？它们搭配了塔塔酱，与鱼肉的味道完美融合。塔塔酱是经典酱料，你们点了配菜吗？是的，我点了豌豆泥作为配菜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。豌豆泥真是个独特的选择，味道怎么样？它们口感绵密，与酥脆的鱼肉形成了很好的对比。不得不说，你勇于尝试的口味真是让我印象深刻。谢谢，我认为品尝当地美食是旅行体验的一部分。我完全同意。你还遇到了哪些其他菜肴？我还尝了一道传统炖菜，味道浓郁，口感醇厚。炖菜听起来很暖胃，里面都放了些什么呢？里面有鲜嫩的肉、土豆和什锦蔬菜。听起来像是寒冷天气里最完美的一餐。确实如此，事后我感到温暖而满足。你在旅行途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菜肴？是的，我遇到了哈吉斯，一开始我还有点犹豫要不要尝试。哈吉斯，这真是个大胆的尝试，味道怎么样？出乎意料的是，它味道不错，而且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我佩服你的勇气，我真想有一天能尝尝哈吉斯。你应该去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你下一次的美食之旅计划是什么？我想去西班牙尝尝海鲜饭，
它看起来色彩缤纷，肯定很好吃。听起来太棒了，希望你每一口都吃得开心。谢谢，之后我会把所有细节都告诉你。我期待听到你下一次的美食探险故事。第10课，酒店设施。真是个好消息。商务中心24小时开放吗？是的，我已经向前台确认过了。太好了，我可能需要在深夜发送一些邮件。这很明智，灵感有时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。没错，我可以想象自己在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埋头工作。千万别在商务中心打鼾。我会尽力，我可能需要一杯浓咖啡来保持清醒。酒店大堂提供免费咖啡。那太好了，这次旅行我就要靠咖啡过活了。记住一定要多喝水，咖啡的功效可能会骗人。我会喝点水来平衡一下，我不想最后变得紧张焦虑。好主意，我猜想喝了咖啡的约翰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哦，我咖啡因摄入过量的时候会变得很有趣。我很期待看到那一幕。你还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吗？我应该打印一些会议文件。商务中心有打印机，对吧？是的，确实如此。我会好好利用这一点。听起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没错，这次旅行看来会很有成效。真愉快。会后有什么安排吗？或许我们可以去附近逛逛，我听说那里有很多很棒的餐厅。好主意，下班后来点小冒险也无妨。我同意，这会是对忙碌一天最好的犒劳。让我们充分利用在这里的时间。是的，祝愿会议圆满成功，晚宴愉快。第11课，灵活的乐趣。不得不说，入住和退房时间的灵活性真是太棒了。当然，不用急着安顿下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我感到无比放松。我们可以慢慢悠悠的。没错，我讨厌那种担心赶不上时间的压力。我们有机会先体验一下酒店的各项设施。是的，泳池区太棒了，我可以在那里待上一整天。我同意，我喜欢在泳池边悠闲的看书。最棒的是什么？我们不用担心提前退房的问题。没错，我们可以安心享用早餐，不用看时间。说到早餐，你尝过煎饼了吗？我吃了，它们又轻又蓬松，我可能吃了3个。3个？
真厉害！我只做了2个，不过味道好极了。我应该邀请你一起来吃的，煎饼越多，乐趣越多。下次我一定记住你的话。别忘了咖啡，它是我们开启美好一天的完美方式。没错，一杯好咖啡真的能改变一切。我想知道，是否所有酒店都提供这种灵活的住宿选择？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就好了，那样旅行会更有乐趣。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也有同样的政策。好的，我会在预定前先做些调查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应该享受轻松愉快的旅行。没错，灵活变通应该是酒店服务业的标配。我完全同意。祝您下次入住愉快。第12课，山路。是的，大约1小时车程外的山区有一条风景优美的徒步路线。听起来真棒！你最近去过那里徒步吗？我上周末去了，景色美得令人窒息。你沿途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？那里有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波光粼粼的溪流和壮丽的山峰。哇，听起来真是个完美的亲近自然的好去处。确实如此，空气清新宜人。沿途有没有遇到野生动物？是的，我看到一群鹿在草地上吃草。真可爱，它们注意到你了吗？它们很好奇，但似乎并不害怕。那一定是一个神奇的时刻。没错，我静静地坐着，看了它们一会儿。我能想象那种宁静的感觉。确实如此，我还拍了一些很棒的照片。我真想看看它们。我稍后会给你看。你呢？你探索过什么小径吗？是的，我上个月走了另一条徒步路线，虽然很有挑战性，但收获颇丰。难点是什么？有些路段很陡峭，需要攀爬。我感觉自己像只山羊。一只山羊？这画面真是太有趣了。我费了点劲才爬上去，但山顶的景色很值得。从上面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可以看到下面的山谷，甚至还能看到远处波光粼粼的湖泊。听起来太棒了！我喜欢徒步旅行后的那种成就感。是的，登顶确实有种特别的感觉。你近期有再次徒步旅行的计划吗？我希望如此。也许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徒步旅行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一起去探索那条美丽的步道吧。我等不及了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。祝愿未来有更多精彩的徒步探险。第13课，文化观察。
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文化差异，例如，我注意到有些人练习得很好。真有意思，练习在很多文化中都至关重要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在我的文化中，我们强调演出或演讲排练的重要性。这很有道理，练习确实有助于建立自信。你还观察到了什么？我注意到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守时。在我的文化中，准时至关重要。啊，守时，这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差异很大。没错，我见过有些人参加活动迟到，却毫不在意。在我的文化中，迟到会被视为不尊重人的行为。我同意，当别人不尊重你的时间时，确实会令人沮丧。是的，我认为守时是对所有人都表示尊重。如果有人迟到，你会如何处理？我尽量体谅他人，但等待的时候，我常常感到焦虑。我感同身受，我喜欢早到做好准备。我也是，这样可以让我在活动开始前放松一下。你还注意到哪些其他文化差异？我注意到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善于表达。以何种方式表达？在沟通方式上，有些人会自如地运用手势和情感。真有趣，在我的文化中，我们往往比较内敛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有时候这会导致误会。当然，我相信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沟通。当然，这都是学习经历的一部分。我很乐意和你一起探索这些文化细微差别。没错，它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愿我们的旅程中能有更多文化发现。